第79章，萧家的反击。在得到萧炎暗地支持的大量疗伤药之后，萧家表面上虽然并未有丝毫声张，然而暗地里却是已经开始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对嘉烈家族进行着反击。那日家族大厅内的所见已被萧战以及3位长老下了严格的封口令，有关疗伤药之事也被列为了最高规格的禁令，任何族人都不可与外界说起，否则必受族规处置。而随着萧家这2天的沉寂，嘉烈家族的行止却是越来越嚣张，毫无忌惮地使用种种手段，想要将萧家方氏中所剩余的商户全部拉走。对于此，萧家依旧沉默。见到萧家这副软弱的沉默举动，一些与之同一个阵线的小势力都是开始变得失望起来，暗地里也悄悄地准备着一些明哲保身的举动。在这种有些诡异的气氛中，2天时间悄然而过，又是一个艳阳高照的明媚天气。嘉烈家族的方式依然是如同前段时间那般火爆，大街之上人头涌动，在回春伞的销售之地更是人山人海，喊声、骂声、打架声汇聚在一起，震耳欲聋地冲上了云霄。在丹药销售台之后，受药的嘉烈家族族人正满脸戏谑地望着门外那些为了争夺疗伤药而大打出手的佣兵，脸庞上的笑容很有几分人仗要是得意。嘉烈库，嘉烈家族内部的核心人员，在家族中地位不低的他，掌握了嘉烈家族中人气最火爆的一所方式。站在2楼的前台，嘉烈库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大街上拥挤的人群，肥胖而油腻的脸庞上布满着得意的笑容。这段时间，回春伞的销售量远远地超过了嘉烈家族的内部统计。在这股巨大利益的诱惑下，嘉烈家族已经变得不再满足起来，于是他们将销售的回春伞从原先的100金币一盒直接跳到了300金币，这之间的价格足足上升了3倍之多。虽然价格在提升之初引起了不少佣兵的反感，不过回春伞的销售除了嘉烈家族之外别无他家，所以在闹腾了一阵之后，虽然心中极度不满，可大多佣兵也只得无奈地接受被宰的现实。嘴中轻声地哼着小曲，嘉烈可傲细小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得意地轻声道：“你不买，有的是人买。”伸出短小而肥胖的手掌挡了挡天空上的炎日，嘉烈库不耐地抹了下额头上的汗水，嘀咕道：“妈的，今天火气太大了，看来晚上得去消消火了。啧，上次那小丫头可真水灵，那小蛮腰扭起来真要人老命啊！”想起那令人销魂的堕落之地，嘉烈可傲便是浑身燥热难忍，再次察去汗珠，眉头忽然一皱，他眼角瞟见在街道尽头处的人流似乎骚乱了起来。妈的，又打起来了！这些佣兵全是被肌肉塞满脑子的白痴，打坏东西难道不要钱吗？望着那骚乱之地，嘉烈库不由得有些恼火地骂道：“萧家方氏也有疗伤药出售了。”就在嘉烈库准备派遣护卫前去平息骚乱之时，大喝声却是极其突兀的在大街之上响了起来。听着这突如其来的大喝声，嘉烈库浑身肥肉顿时犹如排山倒海般的一阵剧颤，脸色微变，片刻后却是冷笑道：“萧家看来还真是没救了，竟然想出这种办法，简直是自找死路。”喝声让得喧闹的大街略微静了一静，众人在面面相觑之后，一道道大骂声立马吼了出来：“妈的，别想用这土的掉渣的办法来抢劳资！”等了半天的位置。显然这些人都将这喝声认为是一些想要借机挤到前排来抢购药品的无耻小人所发，毕竟这段时间中这种伎俩并不少见。在骂完之后，这些人继续开始了对回春伞的拥抢。当然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抱有这种想法，一小部分对嘉烈家族的暴力行为已经感到厌恶的佣兵，在踌躇了一会之后，将信将疑地挤出了街道，然后对着萧家方氏飞奔而去。站在楼上，嘉烈库望着那人气依然火爆至极的大街，忍不住地发出得意笑声，阴声道：“萧家，嘿，看你们还能坚持多久？以后的乌坦城将会是嘉烈家族一家独大的局面，3大家族并列。嘿嘿，那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先前的大喝声在喧闹的大街上
犹如掉落在大海中的一叶浮萍，没有溅出丝毫的浪花。加列家族方氏的人气也并未因此而有半点实质损伤。当然，这只是暂时。在距离上次的大喝声有半个小时之后，加列家族的方氏门口，几十名身穿佣兵服装的大汉极其蛮横地撞翻了门口的护卫，满脸狂喜地冲了进来，高高地举起手中的绿色玉瓶，整齐的呐喊声瞬间盖过了方氏中的喧闹声音。萧家也有疗伤药出售了。整齐的呐喊声让的方氏为之一惊，所有的目光豁然转向喊声发源地。那冲进来的一位佣兵大汉望着方氏中转移过来的目光，急忙踏上一旁的大石头，呛的一声拔出腰间的大刀，然后咬着牙在手臂上拉出一道血痕。举起鲜血淋漓的手臂，大汉将手中的绿瓶倾斜，一股深红色的粘稠液体缓缓滚落而出，最后覆盖在那条刀疤之上。深红的粘稠液体侵入伤口，滚滚涌出的鲜血在众目睽睽之下缓缓地变细，片刻之后，血液竟然便已经在刀疤处凝结成了一层薄薄的血痂。亲眼望着这一幕，大街之上所有的目光顿时火热了起来。这般快速的止血效果简直就是做任务时的必备之物。这就是萧家方氏最新出品凝血散，不仅药力更好，而且价格还比回春散低了1倍多。你们还等什么？被当作白痴一样敲诈，很好玩吗？还不快撤！佣兵大汉举起玉瓶，猖狂地咧嘴大笑道。大街之上略微寂静，一名刚刚进入方氏的佣兵愣愣地望着大汉手中的绿瓶，瞬间之后猛地掉头就跑。望着那卖命般冲出方氏的人影，方氏中的人群在略微呆滞之后轰然而动，地动山摇的步子带着潮水般的人流疯狂地涌出了方氏。站在石头上，那名手臂被划破了的佣兵大汉瞧着疯狂涌出的人流，脸庞上浮现一抹诡异的笑容，微风吹过大汉的衣领，隐隐地露出下面的萧家族徽。喧闹拥挤的方式在经过这般大震荡之后，几乎是在眨眼间变得空空荡荡，除了那些目瞪口呆的商户之外，大街上人迹稀少。萧家开始反击了。望着空荡的大街，所有的商户脑中都是飞快地闪过这一念头。众商户面面相觑地对视了一眼，然后抬起头，将目光投向楼阁之上的加列库。此刻，这位满脸得意的胖子已经不知何时脸色惨白地瘫了下来。与此同时，加列家族的其他所有方式之中也都在重复着这一幕。